阳光女子旅行团，所以说还有其他女团员呢？啊，他们人呢？目前就我，就你，就我，等一下姐，你是不是搞错旅行团的意思啊？怎么只有你呢？还有你，还有我，还有你，不要这样。阳光女子旅行团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趟旅程途中，可以碰到很多充满活力、热情生活的阳光女子啦。哦，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台南后壁，这里不但有非常肥沃甜美的稻米，同时我们还要去造访第一位阳光女子，就是必应大家的天后妈祖。当然，在整趟旅程当中，还有很多有故事、有意思的人们哦。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要上车？有啊，我要参加。好，跟着导游走，阳光女子旅行团出发喽！哦，法器来了，法器。但干爹，你使较正经的哦。今晚还没中到，你摕这火腿出来要创啊？要做解呢？火腿，是大胆！哦，这是咱的妈祖的神奇宝贝哦，神奇宝贝。碾米厂的话，在早期就是大家在农收之后会拿着米过来你们这边，把米碾成是精致米这样的动作，对不对？对，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农业时代，所以大家那时候都一袋袋的把它运过来，所以就是要抢着来过来 AV， 对，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演唱会抢门票的概念。这边就是他们的食物区吗？没错没错，养颜美容的秘诀就在这里了。这里土鸡我们给它补充灵芝，灵芝没有听错，灵芝水哦，要不要试喝看看？他们真的是他们家鸡吃的东西都是人可以吃的。对对，没错。可能思达知道，那我们温迪知道，我们第一天来，你知道瓜是长在地上的吗？我知道瓜是长在地上，所以地上它会有那个生长的痕迹。那我们铺上这个果垫啊。你刚刚讲那话是什么意思？思达可能知道，因为思达温迪可能不知道，因为思达它是来自你真的是彻底的得罪了我，你真的是彻底的得罪了我。所以北壮为南后壁，我们需要尊敬他。北壮为真正有进哈密瓜田去采访的人是我，还行，我还没加入，他还没来嘞，他还不知道在哪嘞，他。就是我们台南有个特色，就是西瓜棉，你可以煮汤，或者是就蒸鱼，都非常好吃。汤太香甜啦，有姜丝的香气，有鱼肉的香气，还有西瓜棉的香气。它里面很台诶，很台，就整个台南的精华都在里面。思达，你跟着我一起旅行了这么多次，应该知道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初来乍到就是要拜码头，所以呢，我先带你来到了后壁的泰安宫。哎，没错，尤其像我们这种重礼数的人，肯定要先来跟天后拜个码头。是的，而且最重要是跟我干爹打个招呼啦。干爹又干爹，你是说主委吗？对啊，全台各大庙宇的主委都是你干爹就对了。不要讲的话很随便一样，我不是这种随便的人。你不是随便，对，只是随便起来不是人。哎，这我们看主委认不认？找干爹，找干爹，找主委。干爹。到了，总主委，总主委好，干爹，我们来了。总主委，欢迎。我刚刚跟思达说啊，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先到泰安宫拜码头。到后壁来一定要来我们泰安宫。泰安宫的妈祖其实也不是只有照顾后壁的人而已，不是，很多区。这横跨2个县市，嘉义的水上乡、鹿草乡，台南市的新园、后壁、白河、东山6个区，据我所知是36个庄，现在是已经扩展到59个公庙。59个公庙，这是阮59间公庙，这一个阮的六乡镇的信用中心。所以大家其实很团结的。这自较早就安尼啊，离阮这庄头这早期这就是讲。地方有一寡山贼啦、盗匪会去抢砖头，由阮的圣庙伫遮了阮这先人廖团先生，去每一个砖头，架送工程，
加西丁、连国术，他只要是要借重的那个宋江镇的那个建构，对，只要哪个村庄有状况，晚上啊有人外人侵入，你的征讨，你就够爱吹了，36桩的壮丁就全部要出来，拿着武器。哪一个村庄有事情，我们就要互相保护，都会来，大家感情都很好，对，很和谐，很团结。而且我们看到泰安宫的整个建筑啊，其实真的是美轮美奂、金碧辉煌，很气派耶。这早期哈，咱的泰安宫1659年到今年已经有368年的历史，很悠久，也是一个很历史悠久的古庙啊，不断的翻修，到民国76年。翻修重建，到81年建造完成，59村庄，大家来出钱，然后开集结力量，到要1-2亿，那种起搞不起。对，1亿，很多76年呢，1亿多了，这都无简单啦。那今嘛要来建局安尼，就非常有困难度。当时76年金嘛1钱500块，今嘛这一支金龙珠拢1000两，今嘛一支要2亿，但今嘛的金嘛价，这4支都要8亿，所以这是纯金的，不是油彩的。无这纯金的，这全部金嘛一丁一丁打起来，很值得细细的欣赏。干爹，你都要讲有迪卡嘛，我看你有说嘎当嘛，其实我网上看到还有叫米兰嘛，我们这边的妈祖是开枝散叶到意大利米兰去了。不是，米兰是因为我们咱家拢会办一个国际性的兰花展览，国际兰展，每年3月份，拢还有10几天，但是会当创造这产值，做到会当互咱的外销的产值100多亿，人甲米以上大的会讲，这敢若咧过咱这米，过这兰花，来甲称也称米兰这个妈祖就是米兰妈祖，是安尼来，不是意大利的米兰，不一样，有米有兰，也不是婚迎到意大利，米兰妈祖是安尼称号是安尼来。所以干爹，我们现在看到这尊妈祖是300多年前的神尊吗？这是安尼吼。368当前上开基这尊圣庙，是大陆的福建行李人摕来离咱来到这，而且流传离这吼，离这个古镇顶悬，而且食豆而且古镇顶悬摕起来摕袂起来，拍开看到一个4寸的7宝堂的美洲圣庙，这么大而已哈。像俄罗斯娃娃一样，差不多那个大小了哈。这尊就是这嘛，放伫咱的定点大马腹肚内底，这嘛一种做咱台湾嘛讲做马中马，就是368年前迄阵迄个古镇，这是伊要爱的，咱圣庙要爱的黄娘线、黄梁山的龙蟹尾，这伊都来交代，伊就是要坐迄个位。368当来，伊的迄个位就是圣庙的，所以无这个庙，哪会讲有诶？无讲无后壁个土地遐宽，无起靠后壁，起靠头前，迄是伊要爱，伊坐迄个位就是算呢。黄娘线的龙蟹尾，伊是咱的加达马是一尊是咱的黄袍加身的圣庙，伊要爱这个龙迄位。是黄梁山的龙蟹尾，这是圣庙家己要爱的所在。龙穴位又黄袍加身，对。然后你看这里的天后呢，又是集结了众人的力量，36庄那么团结，所以如果我们要在这边祈福求改运的话，力量一定是特别大。你若讲袂顺啦，无迄吼，咱会当，阮圣庙有一个法器，真无共的。法器来了，法器。但干爹，你使较正经的哦。今嘛还未中到，你摕这火腿出来要创啊？这是火腿，是的，这不是火腿，这是咱的妈祖的神奇宝贝。神奇宝贝，这是你比火腿不是，这是这所有媒体来拢安尼讲，称呼讲这是阮圣庙，哪有这神奇的物件？这是阮圣庙的法器，袂当用任何防腐化学药剂，袂当用盐，
每4当一届大道境，爱去厝搞阮唔是报备啊，阮叫做破壁关。破壁关就是在前面帮妈祖清除一些障碍。对，伊会甲你邀请，绕境无论5天6天，落来了，经过妈祖加持过，自然风干到现在，你知道这个多少年了吗？这个多少年？早过比斯达的这个民国82年，这个总主委，我有疑问，如果我们要来技改的时候，要怎么决定帮我们改？是要用30几年的底卡，还是用60年的底卡嘞？10几年迄证没当请落来，没当请来。好啦，用这2支咧甲世界收了。那安尼啦，恁甲点一个香，甲心约报告一下，我请总干事摕落来甲恁一定爱啊，这一定爱，安尼好。对。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吗，总主委？这样就可以，可以了。妈祖爱甲恁庇佑祝福，互恁今年、金马年拢会当安尼行大运，事事顺心，事事如意，顺顺利利。安尼就可以。感受非常的特别。对，因为那个迪卡在身上抚摸着我们的时候，其实还蛮舒服的。这真的是全台独有的技改方式，真的很特殊。而且我觉得很适合带外国朋友。这有哦，我拿绕境嘛，真济。对啊，很适合带外国朋友来体验跟认识一下我们台湾全台独有很特殊的文化。对，是。是的，这一条金寮老街你应该不陌生吧？对，我很有印象，我之前看一个台剧，它的场景就是这边啊。没错，这出台剧呢，其实也跟女子很有关系，跟我们阳光女子的旅游主题不谋而合。而且这条金寮老街，它也很有历史意义哦。它很有历史意义，怎么说呢？早期的时候啊，它其实清领时代就是通往诸罗县城的重要交通要道，所以有非常多的店家啦、旅馆啦、酒店啦都在这里。那你这么一讲，这边很有历史渊源。但是你不觉得，既然这边是台剧的场景，那这边开始应该用台语来讲？嘿对，我同意。你同意？我同意。那呢，拄则迄个介绍用台语讲一摆。真久以前，这个所在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哇，重要呢！这内底有真侪hotel，还有真侪卖物件店，对唔对？卖物件店。对。慢慢，你救的我。你好。慢慢，这条金寮老街啊，就如同我刚刚跟思达说的，它在清朝的时候其实就非常繁荣，对吧？对，其实清朝之后一直繁荣到大概台湾的50年代，其实这边都还是很繁荣。哇，那还是蛮久的耶。是。主要也是因为这里的农产种植很丰富，所以让往来不管是交通上面，它的地理位置重要之外，也能够供应很多的粮食吧。对，而且因为南来北往，然后东西向，其实这边一直都是货物的集散地，所以其实在40-50年代这边最热闹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有碾米厂，我们其实还有戏院。对，只是现在都不在了。但后来凋零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交通状况改变了吗？对，交通状况改变，然后主要其实大家可以选择铁路啊、公路啊这种更快、更便捷的交通模式，大家就比较不会特地绕进来。可是像你们也是因为希望支持家乡的复苏，所以会愿意青年返乡，但是应该也蛮辛苦的。蛮辛苦的啊，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常常会说的，就是在这边要找到自己
能够活下去的方式。对，不管你是从事任何的工作，然后但是在这边的生活，我们都是因为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才会想要回来。是因为步调的关系。对，步调比较舒服啊，然后气候也比较舒适。不过我觉得台剧的效应啊，愿意让很多的青年回来，慢慢找到一些创意发挥的方式，其实也让整条老街有了不一样的新风貌。是的。我现在带你们来的这个地方是一场碾米厂，这个是我平常都叫他大嫂，你们就叫他雪花姐。雪花姐好，哎，你好，雪花帅哥好，美女好。这里是碾米厂，是。据我所知，在农业时期，只要家里是开碾米厂的，通常都是后亚啦。菜椒啊，大户人家。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以前碾米厂是顺着人拢讲是。好野人，但是呢，吃得饱啦。哦，这后养是说真的好像很有财气万贯，对，就不愁吃穿啦，不愁吃穿。对。碾米厂的话，在早期就是大家在农收之后会拿着米过来，你们这边把米碾成是精致米，或者是把糙米脱壳这样的动作，对不对？拿来的一般是我们说的稻壳，它还有一层壳在外面的稻壳。对。然后经过那个碾米机具的加工，就会变成一袋袋的白米。对。然后在加工的时候，一袋是60公斤。60公斤啊，然后碾米的时间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很快耶，比想象中快很多哎。如果这样子很快的话，那大家来都不用排队，快就有，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农业时代，然后是一个对，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大家那时候都一袋袋一袋袋的把它运过来，所以就是要抢着来过来 AV， 对，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演唱会抢门票的概念。所以也会漏夜排队这样子，排到很后面哦。然后最盛时期是一天可以连4、5千斤的稻谷，哇！就是演唱会有4、5千张门票。现在是用板凳在排演唱会门票，以前是用牛车，是牛车，用米这样子。对，用稻谷然后运过来。那大嫂，你们只有在帮人家代工碾米，那自己有在卖米吗？有，那时候卖米还有要申请牌照，所以都还要跟政府申请登记的意思。对，但要登记。我们一般人也不像你们说那么有钱，每天都可以吃饭。那如果我没有钱的话，我可以先跟你借一点米吗？还是可以，也可以来小米可以。那他们到乡下的，然后会去饲猪，饲鸡，因若买去，伊就摕钱来还。所以不用说像我现在银行贷款，我每个月还要付多少利息这样，所以我给你借20公斤，那我到时候还你就还20公斤就好。对，我婆婆是一个大善人，佛心来的哎，对，她没有再给人家增加一些利息什么的。那没有很多像我这种比较皮的啊，真的没有收入啊，没有来还的有没有？有，一定很多啊，很多。那怎么办？那不就去追啊？因为那时候经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所以我婆婆就没有在做那个不追债，不追债，对，不追债，真的很善心。那可以，比如说接20斤米，然后拿20斤青菜来还吗？好像是没有，或是20斤水果，好像是没有，一般都是等价交换。以物换钱呐，以物换钱。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碾米机具，其实也是保留了很久很久，对吧？对，就是木质，用那个没有打钉子的手刷，对，卡榫的，是卡榫米，厉害。对，而且感觉它跟房子已经融为一体耶。这个是客制化定做的吗？对，就是2层楼高。量身定做的，系统柜的概念，对。所以在这间房子里，不但是建筑很有历史，机具很有历史，在这里流动的姐姐跟我们讲的故事，其实也都很有历史感。是。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这个整个地方集散地，大家都会在这边，很热闹嘛。很热闹。当时因为很多都用牛车载过来的嘛，一些农户都要在这边等。
我婆婆都会泡茶给他们喝，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人情味之所在。对。自己做的，还热腾腾的，没错。在产米的地方吃这种粿真的特别好吃，嚼一嚼就会有一种米香出来。对，再搭配上那个火龙果淡淡的果香，因为火龙果不是味道很重的水果，就算吃到了里面的红豆内馅，也不会觉得太甜。对，而且我觉得在这老街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景，然后吃的这个粿，超级对味的，很怀旧、很复古的感觉。是的。逛遍了俗女村之后呢，接下来我要继续让你感受阳光女子的魅力，所以我们要去女生宿舍。等一下，女生宿舍这样不好吧？这样太快了啦！太快什么意思？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女生宿舍。我说这样有这么开放哦？太直接了吧？还是我去洗个澡？正儿八经，正儿八经，好吗？正儿八经的女生宿舍。乌龟有差哎，转运了。来，思达，欢迎光临，女子宿舍到了。等一下，姐，你刚刚说的女子宿舍就是这里？女子宿舍就是这里。怎么样？你的脸很失望是不是？是有那么一点，跟我刚刚想象的美好画面有点不太一样。不要这样，你看看女子宿舍里面这些女子们，多么的活力充沛，身材婀娜多姿，她们生活的环境啊，真的就是很值得好好认识的女子宿舍。哎，舍监在那边，舍监也是一个阳光女子，淑妹，嗨，淑妹，我带思达来拜访你们的女子宿舍。对，这是我们的女子宿舍。哇，这些女子们真的都非常的有活力。对，这个地方其实是你们后壁的放牧场。对，没错。所以全部通通都是女子，没有错。没错，全部都是女生。姐没骗你吧？你被女生包围了。是没错，对我生平第一次那么多被那个异性包围。对，女子们簇拥着你。对，有没有万红丛中一点绿？你应该会感觉自己很幸福啊。是还不错，但是也 OK 啊，也 OK。不要一点为难。而且我们来到这边呢，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女子们的热情之外，宿舍的洁净，你有没有觉得很让人吃惊？因为这边完全没有味道，阳光、空气还有整个环境都非常的好。舍监你管理的很不错哎。谢谢。因为主要是我们后壁这边就是土壤好嘛，然后空气又好，很多绿地，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么大户外环境，让他们奔跑，就空气又流通，所以其实味道就是不会那么像外面那么浓。我觉得完全没有味道。对，完全没有。印象中那种养殖场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从远远过来就可以闻到那味道。对，没错。真的是。我只闻到你手中香香的那个苹果。喂一下女子们。对，你看他们现在就是因为我在喂蔬果，这是他们的下午茶。他们的下午茶。然后这边就是那个我们在地的小农种植的，就是可能比较 NG 的水果，就是会来回馈给我们的母鸡们吃。太好了吧？在地小农的东西耶。对啊。他们的伙食还是小农系做的，是不是？没错。哎，可是你看起来很年轻。通常一般就是做这种放牧啊、养殖或是农业的年轻人都比较少一些。你是回来接家业吗？算是回来接家，但是我之前是都在外面工作，然后想家了，所以就回来就是帮爸妈接手养鸡场。所以你是以前家里就是做养殖业的？对，我们以前家里是养土鸡，就是因为土鸡比较庞大，然后比较凶猛啊，所以我会怕。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改养蛋鸡好，你看比较温驯，还是女子们比较好管理一点，女子们比较好管理。你们男生太暴冲了。姐，我跟你讲，未必。女生跟你说，人一多才麻烦呢，容易吵架啊，也是小团体啊，勾心斗角之类的，他们也会吗？当然会啊，而且我们这边有那让他们消除压力的东西，该不会是像那些小玩具吧？对啊。所以为了要让他们消除
除压力，不要整天把心思放在跟人家勾心斗角之外，你会设计很多这种舒压的玩具球之类的。没错没错，把它当做沙包就对了。哦，这样他们还不会去啄对方啊，造成一些受伤。舒压的玩具，对，舒压的玩具，好特别的设置哦。对。那像他们吃的东西啊，除了你刚刚说的小农蔬果之外，这些应该就是维持他们身材还有营养很重要的食物来源，一定还有其他的吧？当然还有饮用水中，还有他们的饲料中都有加一些特别的配方，让他们增强体重。哦，真的，该不会像我们女生吃什么胶原蛋白之类的？差不多的概念。真的吗？好，这边就是他们的食物区吗？没错没错，养颜美容的秘诀就在这里了。这里算是做月子餐的地方。对，看起来是一般的饲料，没有，里面大有学问，里面有加玉米，然后还有进口的益生菌、亚麻仁籽、矿物质。你平常也会吃这些东西？我平常也会吃啊，我会吃亚麻籽啊，也会吃益生菌啊。这真的是女生保养在吃的。对啊，而且你们还是进口的益生菌。没错没错。那大家可以打包一份给。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而且你闻一下，这个真的很香。是香的，没有饲料味。对，不是饲料味。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最特别的，是我们的灵芝水。灵芝没有听错，就是母鸡，我们还多给它补充灵芝水哦，要不要试喝看看？所以这个灵芝水也是人可以喝？可以啊，就是我们把它稀释后就可以喝。所以他们真的是他们家鸡吃的东西都是人可以吃的。对对，没错。哦，所以用管理女子的方式管理母鸡们。没错。哇，那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对他们，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看待。对对。啊，灵芝水你要喝喝看吗？可以啊，喝喝看。要这么客气是不是？试试看。好，既然你都这样说，好，试看看。好喝的，好喝的。所以人真的可以喝哎。对。可以，试试看。还蛮苦的。对啊。良药苦口。这样它不是很好入口，但是我觉得喝起来很健康的感觉。那对你的好浓，你对我比较好的，还是你看得出来有体虚，需要补一下。需要补。因为我觉得我这杯还 OK，就是有一点甘草，然后比较像是中药材泡水的味道。他们也喜欢吗？喜欢，真的。其实鸡是没有味觉的。哦，真的吗？没有味觉，所以他们喝下的东西，他们都没有感觉。所以他们只要营养就好。对，营养就好。啊，你们很幸福哎。对啊，吃得很好哎。哦，很硬，壳的声音，对，就很扎实哎。哦，蛋清也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颜色完全是透明的耶。会有新鲜的蛋会有3层，一层就是这个稀蛋白，稀蛋白，然后浓蛋白，然后蛋黄。哇，光是用视觉就可以感受得到健康的女子鸡们所生出来的蛋真的不一样。要试试看新鲜度吗？新鲜度怎么试？可以捏起来，捏起来哦，这样。哇，太可怕了！在变魔术吧？我好紧张哦。就是新鲜的蛋才可以这样，可以。哦，好端。你接力，接过来，你接过来。那你要轻轻的先捏起来，这样吗？对。太滑了。哎呦！不敢呼吸，先屏气。你试试看，我们俩都成功了。可是我已经被你们，可以，你怎么那么轻松？因为厉害哦，你放松是不是？我很放心他，其实我捏蛮多的，不用啊，因为你也没有指甲啦。对，然后也不用怕它破，它其实很强壮啊。对啊，很强壮。你看。很端耶！哇，好饱满，可以吃看。好甜哦！为什么会有一种你说的麝香？对，是因为有那个麝香，所以感觉这个蛋甜甜的。从来没有吃过蛋是带有一种甜味耶。你吃到蛋黄了吗？有。他们的蛋黄啊，很柔滑，
很柔顺，很滑口，超好吃的蛋黄。这里的女子宿舍孕育出来的，果然不一样。真的很用心在照顾。薇妮姐，你看我们后壁区镇像你说的一样，物产丰饶哎。是，你看这有这么漂亮的哈密瓜。实打不是，这个不是，其实严格来讲，它不是叫哈密瓜，它叫做洋香瓜。洋香瓜，渡洋而过来的香瓜叫做洋香瓜。这个不是哈密瓜，有哈密瓜也算哦，但是洋香瓜也算。你的意思是说，哈密瓜呢是洋香瓜里面的一个品种、一个种类？对，一个种类。那个种类哈密瓜的话，它就有点像是椭长形、炸弹型的那种哈密瓜，吃起来是脆脆的。因为讲到瓜，思达也算是略懂啊。他住在北台湾盛产哈密瓜的对，地不要说略懂，我就是住在哈密瓜堆里面，哈密瓜的故乡。对，叫哈密瓜的故乡。在壮围，宜兰他们都壮产围。卡蜜拉，然后什么新疆哈密瓜。对，这个就是你说的哈密瓜。对啊，它长得一样啊。正统的哈密瓜。但是它是比较坨长一点点哦，所以仔细看其实是不一样。你到底有没有仔细看？你每次都在吃，只顾着吃。因为我看到的样子其实是切块好的，要少看他本人这样。只有吃过猪肉，但是没有看过猪走路的概念，是不是？那没关系，我可以慢慢的带你们认识，什么叫洋香瓜的一生。那后壁这边种洋香瓜，是因为它的土质，还是说它的天气好呢？因为我们曾经去壮围，也是有特别去造访过哈密瓜农。对，那里的话是土质很适合，所以后壁这边一样是土质适合洋香瓜的生长吗？因为我们这边我们是种2年的水稻，到水稻田之后我们才种哈密瓜，所以我们有水稻跟哈密瓜在轮作。所以它有保有健康的土壤对，有健康的土壤，我们才有好吃的洋香瓜。原来如此，那洋香瓜也有分很多品种的话，我们要怎么判别呢？像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品种叫做香华，对，它是很漂亮的网纹，然后里面是绿色、香甜多汁的洋香瓜。我们从小苗，然后慢慢长，经过120天的照顾，它才有今天的成果。那洋香瓜在照顾上面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这个的话，我今天就有准备2个东西，要让你们直接来体验看看。这个叫做剪刀，看得出来。对，没错，你们非常的聪明。然后呢，你好会给情绪价值哦。这个叫做果垫，洋香瓜的果垫。对，但是呢，第一个步骤要有哈密瓜，漂亮的哈密瓜，我们一定要先把会抢养分的瓜先把它疏果。所以第一步叫做疏果。对，那疏果我们懂。对，可是不是吃的那个疏果。我知道，是疏果我们懂。不要小看外地主持人好不好？放尊重一点。怎么说我们也下农田几次了？原来是这样。所以这边也一样，是一株只留1果吗？还是一株是大概留3果左右？可是等一下，这太考验眼力了吧？1、2、3在这里。我找到了，我还要循着它的那个藤蔓这样子，找出他们谁是住在同一株上面。像拆炸弹，放剪错线。所以洋香瓜的价值就在这里。人力价值。人力价值在这里。所以那我疏果是直接从这上面。对，你有看到小颗会抢养分，全部都剪。现在只要稍微这么大颗的，我就先不剪。对。小颗的我们先剪。这个动作就叫做疏果。疏完之后就把它放在这个。先放着。然后呢，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再来呢，我们又为了要有漂亮的洋香瓜，我们就请它坐上它的椅子。请上座。请上座。好，那这个是需要你们来做的。那请思达跟Wendy，请你选。请上座，这样。对。这位我可以请他离开吗？可以。请离开。对，请离。还有这个小小的，那剪的时候是从那个头，对，从头剪，请离开。好，谢谢你。你已经有一颗好的哈密瓜可以吃了。这个，请离开。对，这个回去做阿嬷的西瓜棉。西瓜棉。这工作很辛苦因为瓜棚实在太低了。对啊，这就是一个来瓜田工作当贵妇的概念啊，都是要跪着。贵妇工作。可能思达知道，那我们Wendy知道，我们第一天来，你知道瓜是长在地上的吗？
知道瓜是长在地上所以地上它会有那个生长的痕迹。那我们铺上这个果垫啊。你刚刚讲那话是什么意思？施达可能施达，因为施达比较聪明的，不是，因为施达它是来自我们哈密瓜得罪了我，你真的是彻底的得罪了我。所以北壮为南后壁，我们需要尊敬他。北壮为真正有进哈密瓜田去采访的人是我。哦，对不起，我还没加入，他还没来嘞，真的是对不起。他还不知道在哪嘞。让我们这边都干净了，我们就带采收。哦，所以我们从开始播种，然后再种定植种下去之后，我们到开花结果，然后可以采收，就是要经过120天。蔬果的话是隔多久要蔬果一次，还是说时间到了就像一排一排一排的蔬过去？蔬果的话，我们从开花到采收大概50天。那我们可能要经过2到3次的蔬果，所以要贵妇2到3次。对，每天都要贵妇，每天都要贵妇，不是只有蔬果的时候。这一条你要贵多久啊？我们一条100米的话，大概一个工时大概1个小时。哦，对，差不多是以前迎娶啊，3跪9叩的概念，迎娶朝圣之路那种，很累耶，很累耶。所以其实瓜农为什么洋香瓜的经济价值这么高？因为投入了很多人力成本在里面。对。其实你不要看它果形小小的，现在已经算丢席。丢席。现在丢席，丢席。那意思是，那你想吃的对不对？那是一定要。对啊，你说丢席我还不吃吗？那你想吃的时候，你想吃，我们刚刚已经有蔬果，对不对？对。该不要给我们吃这个吧？你们既然来到了后壁，一定要让你们挑战一下，对不对？我们这个你要投进我们的棒球9宫格连线。哦，这样子哦。对，我就可以请你吃好吃的洋香瓜。变出来这一套很慎重其事哎，刚好刚从东京回来，这样子，对。所以小瓜他应了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挑战，对不对？对，就是施达现在要把这个我们蔬果下来的小果实，只要施达跟 Windy 你们投进了中间那个好球袋，这个瓜就是你们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瓜可以吃了。对，我们就可以去吃瓜了，吃瓜群众就来了。加油！投进去之后为大家跳3正5，观众能不能看到就看你了。加油！那就来了。好，加油！三正他。这个是这样算吗？1号位没有，要在中间那个5号位。我看施达刚去从东京回来太累了，也来。你可以吗？我投中了，你要跳3正5哦。我只知道你会骑车会越野跑，你会投球吗？不用这么慎重其事，姐连瞄都不用瞄，我算一下。可以吗？这很难哎。抛物线，你还背对。碎啦！太扯了吧！看到了没有？太强了！看到了没有？全副武装有什么用啊？用智慧，脑袋瓜，对不对，小瓜？应该你去中华队才对。哎，脱下来，3正5啊！没有，重点是我们可以吃瓜了。香气好淡雅，而且切开之后好多汁的感觉。对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得来不易的哈密香华，对，香华洋香瓜，很光亮哎。香华就是有一种香软脆甜，然后后韵一直跑出来。你们有吃到这个感觉吗？它真的是你说的耶，就有脆的地方，也有软的地方，对，而且甜度源源不绝，对，它的甜度在后味会非常的香甜。对，它甜度很夸张，很夸张，像在吃糖一样的感觉。对呀。然后，但是它的哈密瓜的香气超级浓郁，好好吃哦。那除了我们最精美的洋香瓜果实以外，我们还可以吃到洋香瓜冰淇淋。哇，来了，谢谢总干事，好可爱哦。这个色泽看
看起来就非常的吸引人。这个完全是今天早上现场才给我们的，我们马上就把它冰冻起来，打入我们的双起炉机，所以完全是用鲜果制作，没有加任何的一滴水。好好吃哦！好像吃到杨香瓜本人已经来到现场了。而且你知道，思达，我是常去北海道的人，北海道也是盛产哈密瓜，对，他们的哈密瓜冰淇淋很好吃。我必须告诉大家，来到我们后壁，杨香瓜冰淇淋一点都不输日本，一定要来吃。后壁没有输，没有输哎，而且这个有季节限定哦。对，而且我觉得来到农创馆还有很多周边研发的商品，对，很用心。我们很多的零食啊，农会的零食，不管是东山的咖啡啊，是公馆的红枣，或者是白河的莲子、莲藕，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壁的农会这边的仓库，可以一网就可以吃到我们所有全国的农特产品。对，所有享受一次满足。对，而且后壁农会把所有的农产品弄得很有质感，对，很走多样性的感觉。农忙之后要享受的是阳光孕育出来的饭。对，舒婷，你这碗叫碗公饭，可是它是不是也跟早期农业社会的时候的割稻饭有点像？对，其实它就是割稻饭的2.0版吧，就是又比较符合我们现代的料理方法，然后再精致化一点，但是它也是都是用当季的我们这边的蔬菜去做搭配这样子，对。而且思达，你有看到他们刚刚是用柴烧来煮饭，对，而且超怀旧，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摆盘跟其实跟一般想象中的那种割稻饭完全不一样，它是有点融合西餐的感觉在里面。就是因为现在要摆的要让大家看起来有食欲，就希望大家看的也很想吃这样。除了配色之外，我觉得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割稻饭啊，是家里有什么菜就做什么。现在你们也遵循了这样的概念，就是食物里程很短，周围附近产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然后因为我们后壁也是属于就是嘉南平原嘛，就是米仓啊，还有就是种植的主要区嘛，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里程本来就很短。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几道菜都是最近附近产的吗？对，像马铃薯或者是这4季都，或者是这个花椰菜，其实都是现在盛产的。所以当季的食材。那所以说，那有可能，我下一季可能春天的时候来，那可能会不一样的食材。对，每次吃到都不同。对，该不会你自己还要去田里帮忙采收吧？有啊，那个马铃薯就我们昨天去采。马铃薯是你去田里带回来的，是不是？就是附近啊，这么亲力亲为。真正的产地直送。对啊，那一定要先吃马铃薯。果然有新鲜的味道，而且有你劳苦功高的味道，很脆很香。因为它马铃薯是很 Q 的哎。对，我没有让它太熟，让它保留一点脆口的那个口感，好吃。控把也很好吃，卤的刚刚好，有入味，可是不死咸。对，你看这个端一端，我觉得我光这个控把我就可以吃2碗饭。我们的控把它用我们这边在地的酱油去做调味，然后像这个鸡蛋呢，我们是用我们长短数的放牧蛋。我们有去帮忙哦。它不是农饲的，然后它蛋都非常的新鲜，对它吃起来很 Q 很香。对，我觉得。既然是在地的酱油卤的肉，一定要吃那个卤汁淋在饭上的感觉。对，超级搭的，好好吃。所以它那个肥肉汁是卤的很好，完全不死咸。对啊，非常开胃，又香又有卤汁包裹着每一粒的米，所以里面的香气呢，是你在嚼的时候，米香跟那个酱油香、黄豆香都有冒出来。对，好吃。
气，有鱼肉的香气，还有西瓜棉的香气。对，我们这个汤要特别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台南有个特色就是西瓜棉。我们这个西瓜棉在农村时代，他们都比较惜福，就是会把这些小西瓜腌制成这种西瓜棉，你可以煮汤或者是就蒸鱼都非常好吃，这就是我们的特色。然后像虱目鱼，我们台湾人就非常爱吃虱目鱼，对，一定要的。对，然后我们虱目鱼是特别采用那个布袋邱家兄弟的他们家虱目鱼，对，它的虱目鱼就是生态养殖，所以它吃起来都不会有土味。我觉得这2个碗公不但吃到了很多阳光的香气，吃到了在地的短短食物里程土地孕育出来的美味，其实也真的吃到了台南的丰富哎。我们透过2个碗公就可以知道说，哇，原来在台南在嘉南平原这边农特产是这么的丰富，都可以融合在我们的餐点当中，真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不同的季节，就可以来我们这边玩，然后可以品尝不同的风味，这样。对，有没有很好喝？对，而且它外表看起来很西式，它里面很台哎，很台，就是整个台南的精华都在里面。对啊，台式灵魂，对啊，超好喝的。然后香菜是我们刚在旁边采过来，香菜是精髓，对，那边我们有个小菜园在那边。